各位球朋友，欢迎收看113年第8届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在今天7月5号的上午呢，比赛呢即将要进行到的是 B 组的第2场预赛，由原动力多元家族出战鬼吼车业赛事。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陈凯。那么在这场比赛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住民的。我们邀请到了原住民的，也是本身也原住民的桃园市的都威文教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陈志宏，志宏哥来跟我们来一起欣赏这场比赛。大家好，理事长好。大家好。这场比赛呢是两支这个队伍的在 B 组的比赛里面的第2场预赛，在前面一场因为这个赛制是打15队15队分成5组，一组是3队来进行分组的预赛，就要各打3场，那每一队要打2场。那在这一个组别里面，前一场刚刚进行完的比赛呢，算是有一点小小爆出冷门。去年的卫冕冠军队银旗机密在前面的5个半局都以2-0的小比数领先，但是被原动力多元家族在6局的下半，简玉勋打出一次再见的3分全垒打，最后以4-2逆转击败了冠军队银旗机密所以就现在在这个分组 B 组里面投下一点变数。那原动力在刚刚打完之后这个才刚刚庆祝完逆转胜之后，没有10分钟，马上就开始列队要打下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对上是预赛第2场鬼吼车业。如果说他们在能够拿下胜利的话，他们就可以确定取得了前进明天8强的门票。好的，那比赛现在开赛也准备了，两支球队也在场边列队了。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刚刚也问了一下理事长就是说，这个原动力这支队表其实是来自全省各地的这支队伍，对，他本身就是在新北市嘛，是。然后我们他们的领队就是才哥，他有认识了很多原住民的球员，才哥就是现在来握手的，握手的最前面是背号是72号，对。他认识的球员也蛮多，北中南然后台东、花东的都有。那另外一边当然就是鬼吼车业这次也应该是今年第一次以鬼吼车业的名字来报比赛，但是他们是不是选手应该多半也都有比赛的经验，因为常常都会每一年可能会有一些换赞助厂商的这样子的情况没有错，就挂鬼吼车业他们的球衣也大家看到也蛮有特色的是刚好是一半一半。他们这一次的班底就是桃园市，他们准备明年2月份、3月份要比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选拔赛的球员是你说鬼吼车业这一队吗？是。他们就是桃园市的在地的球队嘛，然后桃园市大概有4队，就是龙龙建材，然后鬼吼车业是，然后法尼斯。然后还有一队，那一队我还不晓得是哪一队会出来。他们这一次8月份会来做一个选拔，然后来代表桃园市来参加明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代表权。是，所以他们这样子的选拔4队，你说要争1队资格吗？到时候就是那一队全部人去吗？还是会再挑各队的精英？我知道的消息是整队过去，就是整队过去。OK。那后面有没有再改，我就不清楚。对。就因为我知道原住民运动会是要以县市单位来报嘛，那报完之后有的是会组精英，有的没有。好，这一场第一棒打击数据陈志源打了一个游击方向滚地球，结果一个弹跳出去上到了垒包。在1局上半呢，原动力又有一个好的开始。这个也不算是不规则弹跳了，只是弹跳没有算好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应该算是失误应该是会记失误，应该是记失误，因为正面球嘛。我们不是大会纪录组，不过就是刚看起来一半一半是可以接到的。好，那接下来打击的第2棒是25号的少马李溜。没人出去，在1垒接球挥棒出去，哇！2垒方向平飞球又穿出去了，1垒的跑者陈子源呢，现在到2垒停了下来，少马是轻松站上了1垒的垒包，那这一球就是扎扎实实的平飞安打了。没错。在1局上半开赛原动力真的是动力不减，才轮到上一场打出再见全垒打的球员。对，尤其是上一场比赛，基本上最后1局是连续的4支安打。等于说，基本上是非常的，没有人出局，这样子连续打，到现在这个跨场次已经连续打了6支安打了，5支安打好，这打出去1垒方向，结果1垒有接到之后，先传了2垒，再传1垒，哇，漏掉了球了。那么在2垒的跑者越过3垒停下来，并没有跑回来。哇，这个球本来是可惜了简玉勋这个球打出了1垒方向的滚地球，那么
一垒手先接球传向二垒，所以把在二垒的哨马呢封杀出局。但是呢，游击手在回传一垒的时候，一垒手还没到垒包位置上面去啊，所以让简玉勋呢上到垒包。那么现在变成1出局1三垒有人的情况。那打击的是第4棒的许哲维。但那个 play 蛮可惜的哈，那个回防就是不会动作太慢了。是，其实可以抓到双杀的啦，太可惜了。那现在在3垒就跑者陈子元，在1垒的跑者是简玉勋。打击的是许哲威，这棒挥上出去，有地方直接被截杀，哇，大家都不敢动。nice play， 这秀头反应也是很快哈。对，而且这个球很大颗啊，这样直接的平飞球接杀。好，那在这个半局呢，就是2人出局了，不过还是在1、3垒都有跑者轮打击，第5棒的陆汉。那鬼火车队的投手哦，现在站在投手车上面那个陈克凡，是现在站在投手车上面，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哦，因为以前看到他比赛都是在捕手啊，对啊，大家都对职棒都很有印象。以前在陈泰队的捕手陈克凡啊，没错，他也是我的那个妹婿的队友哦，对，所以应该也都是熟悉，都是阿美族人，都阿美族人啊，所以说原住民的你知道这球打到3垒方向滚地球很软弱，这球接到球要传向1垒来得及吗？来得及，哦，哇，把在这个球，这球最后这一次机会呢，就留下了1、3垒的残垒，在1局上半，原动力没有办法得分，虽然打出了1支安打但是没有办法得分，目前是0-0。1局的比赛。好，那么在1局上半的比赛结束之后呢，1局下半就轮到了鬼吼车队的进攻。好的，这场比赛的1局下半即将开始，轮到打击的进攻的是鬼吼车业。鬼吼车业第1棒打者是钟凯华。那在原动力这边排出来的投手还是在前一场比赛的先发投手罗少军呢。这球好球，罗少军之前都是野手身份出来了，然后只是这几年开始在练投手，投的也蛮不错的。是。回棒打下去，投手球，哇！直接一个弹跳球就被罗顺接起来，再传向1垒自杀出局 ，nice play。这反应动作也是蛮快的。我觉得有野手底也是不错了哈。就是当然在慢垒里面，其实跟棒球是一样，就投手投出球之后，他就变成了第9位或第10位的守备员哈。那在前面的比赛，我们也看到有些投手是投完球之后他会退2步因为没有短打的可能性，所以就退了2步来准备去野手来接球。没有错。轮到第2棒的打者是陈李承恩，在今天担任是中外野手的位置。好球一出局没人在垒，目前的比数是0-0。其实要再把这个球在这个本垒到
投手球的距离要投到够高，然后又要能够吊在好球带上，好像也不太容易，而且就挥棒出去平飞球，结果穿出去了，穿到了三垒上。这场比赛是鬼吼车业的第一支安打，陈李承恩上到一垒的垒包。理论上就是投手如果抓到第2个好球数之后，那个球几乎都会把球拉得特别高，是让打者呢比较不好出棒。好，鬼吼车业的第3棒是石孝荣，一人出局，一垒有跑者。因为看这个殴打表，两队的殴打表，他们其实都是每一位选手都是从小到大，有时甚至是打过职棒，退役下来，棒球底、都有棒球底的。嘿。所以实力都很相当跟上一场一起经历的殴打，其实名单都差不多，差不了多少哈。我们看到，所以实力都是非常。在名单当中还有包括了曾经跟蒋志贤一起旅美的黄志祥啊，没错，他们鬼吼的三垒手，对，鬼吼的三垒手啊，今天是排在先发第7棒。好，这边是保送，石孝荣被保送上垒之后呢，接下来那第4棒的是陈正业。我还有印象，我还当媒体的时候，他们2个旅美，我还特别去采访去采访，也不知道专访还是采访他们。之后蒋志贤，因为大家那时候比较瞩目的还是蒋志贤的，这2位其实都是很有才华的选手。是的。后来黄志祥是比较早回来，但是他后来也在打了这个成棒跟职棒也还打了一段时间。对。一转眼20年都过去了，好快哦！当时看他们才16、17岁了，现在都20年过去。就打出去2垒方平飞球，安打，这可以回来得分了。陈正业上2垒，这是3垒的2垒跑者回来得分。好的，那么把本来在2垒的陈李承恩送回了本垒，陈正业得到第1分。那么在1垒的跑者呢上到了2垒。靠着这支平飞的安打，平飞的安打之后，现在还是继续得分了，1比0之后，这个球没有接好，三垒手接到之后看了一下，来不及传1垒，然后也来不及封杀3垒的跑上3垒跑者，所以现在变成了没有人出局满垒，1人出局满垒的情况，漏了一下，漏了这一下有点可惜哈。本来可以抓双杀的，本来他也是想要抓双杀。那么石孝荣上3垒，陈正业上1垒，刚刚打击的陈克凡也是上到陈正业上2垒，陈克凡上到了1垒的垒包。轮到打击的第6棒的林崇尧，现在一出局是满垒哦。回棒打了高飞球在中左外野，这个球接杀出局，要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啊。虽然是有攻击到满垒，但只得到1分呢。目前在2局下半呢是1比0，鬼吼车业是领先。1局下半是1比0啊，鬼吼车业领先了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不用联谊哈。好的，那么回到比赛现场，这场比赛是联盟杯的 B 组预赛第2场比赛，第2场的预赛，原动力对上鬼吼车业的赛事呢，在第1局的比赛里面呢，1局下半鬼吼车业是打出了3支安打，攻下了1分，当然后面留下了3个残垒是比较可惜一点，不过至少是先攻下了先下1分。那轮到打击2局上，一开始是曾胜尔打了一个游击防滚地球，游击手漏了一下，再传1垒，哇，爆传。有一点点可惜啊，没有接好之后，就是会很仓促的传球嘛，所以造成这个 play。对，封志凡差一点点啊，其实接球这样传球需要花一点点功夫。封志凡这个球反正就是让曾胜尔上到了1垒的垒包。接下来打击的是投手罗少军，罗少军没有人出局上1垒啊，现在。第1局没得分，第2局现在是落后了1分啊。
就像慢垒里面，像投手陈克凡的话，他要把球等于是要在本垒板后面那一块落地才会是好球。其实前面那个三角板也可以是好球带，对，就补了一块，就在这样落地。只是说攻防的时候有没有？然后接球者是要踩三角板，是，然后跑垒者是要去踩后面的黑色板子，这样子避免冲撞的发生。关系。那个四米线也是一样，避免冲撞发生，所以才设那个线，是这样子。4米线之后，对，那个4米线是说三垒的跑者过了这个线就不能回头了，不能回头，你回头就是直接判就出局。但是你往前冲，你也不能够刻意去冲撞捕手。对，就是划前面那个后面这个垒包，后面这个本垒板的部分哈，就是避免伤害。好，现在没人出局，一垒跑者打出一些滚地球，传球，2垒再传1垒。第一时间看，因为1垒手在2垒的位置啊，所以 safe。陈克凡毕竟不是正规投手出身的哈，所以他补位的动作速度比较慢了一点，很可惜。对，这球接到球之后，先传2垒的跑者是出局了。以一般投手来讲，只要右边的球打出去之后，投手就是顺势就会往1垒跑。对，他有稍微顿了一下，这蛮可惜的。那1垒往2垒跑者的罗少君呢就出局了。那原来在2垒跑者曾胜尔上到3垒，所以目前是1出局13垒有跑者。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陆浩。陆浩打到左外方向，深远飞球落地，变成一支安打。那么曾胜尔很顺利的就跑回来了。在原来靠着第8棒、第9棒哈，一下子也追平了比数。棒子也打断了哈，棒子打断了。对，但是他力道够了，所以还是把球硬拉出去。棒子就归呢。好，不过有得分啊，就是有获得。厉弘洋呢，则是在这个靠着是陆浩之安打上到了2垒的垒包。这位打者严华爱就是前新农牛队曾华伟的胞弟哈，最小的弟弟，对，是亲弟弟。亲弟弟，对，他只是从父姓。是从曾华伟是从母姓。他们前面都是从母姓。对，他们家好像好多小朋友，6个，6个，4个男的，2个女的。这个是好，这样严华打的也非常深远，在中外以后呢飞球。那么结果这球被接杀接杀第2个出局数。严华这个球打得不够深远是飞得很高，但是不够深远，中外一手接杀。目前2出局，还是1、2垒有跑者，在2垒上的是厉弘洋，在1垒上则是安打上垒的陆浩。轮到打击的是第11棒的杨玉基在前一个半局前一场比赛他是最后才换上代跑，今天是先发上阵，就挥棒打击出去，游击方向滚地球，游手接到之后呢，自己踩2垒垒包。好的，3人出局。结束了在2局上半原动力的进攻，这个半局呢，他们靠着1支安打跟1次失误，还有1次保送，攻下了1分，1比1追平了鬼吼车业。怕拿掉之后讲话有声音。91号下。好的，欢迎回到联盟杯的 B 组预赛，原动力对上鬼吼的比赛。现在是2局的下半，鬼吼队进攻，鬼吼队上第一个上来打者的是背号86号的黄志祥就刚刚前面提过的，有曾经访问过他嘛？对，曾经那时候跟他们，因为就问到蒋志祥嘛，那时候我们还在3重外那个大都会棒球场，那时候在，就是说特别因为他们那时候还2个人要旅外。好，这个挥棒打击出去，左野平飞球落地安打。
黄志祥在这个半局一开始就安打上了2局下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虽然退役很多年了哈，但他打起那个挥棒速度还在。对，基本的基本功都还在啊。对，觉得身体是放大了好几号了，跟以前差太多哈。没有那么啊，少年时间当然 take it 较后现在没有，但是这个基本的挥棒动作是在的。好，那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封志凡，也是今天第一次上场，在一垒的跑者，没有人出局，一连在垒。哇！哇，这投手非常准哦，非常有水准啊。其实结果被3振出局啊，但是没有设定好了，所以不然在半垒板前面的球，他应该要做挥击才是。看起来还蛮甜的，我不知道这个也算是甜的，但是算甜的。如果是在半垒板黑色部分在后面的话，在他打者右脚后面的话，那非常难挥击，就比较难打。是的，但是还在前面。那打击的张金龙打一个2垒方向滚球，强劲滚球先传向2垒，再传向1垒 ，double play， 漂亮！哇塞！这个半局啊，一下子的等于是虽然被打出去安打，但是呢也是变相的3上3下。张金龙打出了一支双杀打，在2局下半的龟猴进攻无功而返，目前还是1-1跟原动力打成平手。我们休息一下。那个声音会收进去。好，原住民第8届联盟杯比赛，现在原动力跟龟猴的比赛来到了3局上半啊。原动力的进攻轮回的第2轮的第1棒陈子恒的打击，就挥棒打击出去，游击分的长一平又窜出去，变成安打。一开打又打出了安打。前面一次陈子恒是靠着游击手算是失误上到垒包，但是3局第2次打就是扎扎实实就是安打传出去，打得够强，真的是没有接的机会。接下来打第2棒的少马，游击方向滚地球，先传向2垒，再传向1垒，太高了。结果跑过头了，再回去 touch 到线内，跑到线内。哇，变成双杀。本来看起来是球比人慢而且传的太高，结果现在回来教练也再讲一下哈。少马可能比赛尤其接到传2垒，其实是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的，只是说2垒手接到球之后有滑了一下，所以球传高了。是。那好在那个打者有跑进线内，跑进线内了，对。对。一垒手很有经验啊，张金龙其实就是看着他这样子说，他出去了。好，这球又打出了安打，可惜了，简耀勋又打出了安打，但是中间已经2人出局。轮到打击是第4棒的许哲威，目前2出局，一垒有跑者。没有打，坏球。轮到打击的是许哲维，在前面一次上场打击的是打了一个游击的平飞球，强劲平飞球被接杀。好球，这就投到了刚刚我想的位置。是我说的对，就是在好球带的偏后方的位置，抢到了第2好球数。赛头挥棒打击出去，打到投手前的，传过了投手之后呢，细考2垒手还可以接到。踩2垒的垒包，好的。那么3个半局之后呢，还是封杀了简玉勋之后呢，3人出局，结束了在3局上半原动力家族的进攻，目前还是1-1。
跟鬼吼打成平手。我们休息一下。好的，现在轮回到了联盟杯原动力跟鬼吼的比赛，现在来到了3局的下半，轮到鬼吼的进攻。鬼吼地方进攻的是第10棒的张孝义，第9挥棒打击出去，打了一个游击方向滚地球，游击手接到球之后传向一垒，刺杀出局。张孝义也是鬼吼的投手之一哈，所以他还是要，但是虽然担任独手，但是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哦。因为原动力的那个，我还是觉得。关键会在于第3棒简义勋的那个打击，因为他的刚才虽然打得不扎实，但是他挥棒的速度跟感觉，我觉得他会是这场比赛的关键。现在还是1-1嘛哈，但是后面按照目前比赛进程，应该还至少有1次打击机会。现在会遇到他哈，再接下来打了第11棒的陈礼安，结果这个球哇差一点点呐。到目前为止，其实因为前一个半局3上3下打得很干净啊，所以现在3局还没打完1轮呢。现在是第一次陈礼安上来打击，决定不打，还有3个坏球的机会，现在已经满球数了，打了。哇！左耳野方3垒方向平飞球变成一支安打。陈礼安在一出局之后，陈礼安左耳野平飞的安打上垒。边出局之后，轮回打击的是第1棒的钟凯华。虽然是一出局哈，但是最后1棒，然后跟第1棒如果能够连续的话，因为他们脚程都很快嘛，只要能够安打上垒哈，一定会上得点圈。我觉得看起来就今天打击的情况，其实。还蛮年轻的，这边是游击方向的长击滚地球，游击的接到球传向2垒，再传1垒 ，double play， 哇！太可惜，一下子连续2个半局啊，鬼吼队都打出了双杀打，让原动力很轻松的化解到对方的攻势。目前打完了3局，还是1-1打成平手。我们休息一下。联盟杯的麦索垒球赛，原动力跟鬼吼的比赛，在这个半局呢是4局的上半，原动力的进攻。那么在防守的鬼吼车叶呢，在做手背上的调动啊。背号78号的钟凯华，右外手钟凯华下场，换上的是82号。
像没有放在名单上面。好，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确认啊。但是现场是刚刚看到的确是82啊，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可以报20位选手，那我们的赛前的攻守名单其实鬼吼只填了14个人啊，所以是有可能换上去的。好，轮到打击的是原动力的第5棒陆汉现在2个好球3个坏球保送上垒，投手陈克凡今天投出了第2次的保送。投手陈克凡也是要注意这个打者曾学，因为我曾经跟他同队过他也是年轻人啊，他的力道还蛮大的，所以还是投球要小心。啊，你说曾盛尔吗？对啊，对盛尔盛尔的，抱歉，盛尔今天还没有表现啊，但是他的打击能力是不错的。全场目前看起来应该最大只的，对，应该有190吧？有，对，好。前面呢就上一垒，然后打击曾盛尔。啊，又是4个坏球，再保送上垒。我是认为这个时候教练团应该上去了解一下陈克凡的状况啊，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培养的一个投手叫林承浩，他们要把他摆在下一场对迎喜。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来看的话，如果再这样下去保送下去的话，对他们来讲说会不利啊。对，因为没有人出局，已经1垒有跑者了，等下面是1棒啊，罗少军1棒就有机会啊，就取得领先。也是不能忽视罗少军的打击能力是，虽然他是投手啊，你又要投好球，然后又不能太甜，是没错。这个半局是第4个半局了，进攻。所以虽然是慢垒，看起来好像这个球慢慢的，好像应该是打击战，其实也不一定啊。没错。游击方向的滚球先传向3垒踩垒包，好的，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边那是界内的，是界内。界内球，因为打者打了之后没有跑，罗少军好像说他自己好像弹到他自己的脚上，他是有点拉伤，还是拉伤了，有点拉伤的感觉，所以他没有跑。对，所以这边游击手先传了3垒，是第1出局，然后呢，罗少军3垒手再传向1垒，第2出局。那他们现在马上要想到他们第2任投手要预备好。是。那今天双杀特别多，轮到打击的是第8棒的厉洪阳。他们换了，已经换上了谢博雅。谢博雅这球左外野方向的平飞球就会被切杀。哇，3人出局，这个半局还是很快啊！谢博雅的第1个打席呢，打出了左外野飞球出局，3人出局又结束了4局上半，原动力的进攻还是1-1啊，双方战局非常的僵持。我们休息一下。赛 B 组的预赛，原动力对上鬼吼车业的比赛，目前比赛打到了4局的下半，双方还是1-1的平手，在局面在僵持。4局下半，鬼吼队第1名上来打击的是第2棒的陈李承恩。陈李承恩第1次上来打击打出1支安打，而且后来还回到得到目前鬼吼全队唯一的1分。看到最后一刻啊，还不太敢相信这个球掉进好球带啊！陈李承恩等了很久。看来投手罗少军脚是没什么大碍啊。2个好，对，刚刚还没有跑垒啊，就现在还是继续来当投手。左外野方向飞球，结果2个人都没有去接，哇，这个球落地变成1支安打。
可惜了。这球其实左外野手来接会比较恰当。是，他如果喊声的话，游击手是会让的了，很可惜了哦。这个 play 应该是可以出局的，但是没出局。4局下半一开始的陈以诚就打出了左外方向的球哦，因为两个人的默契，左外野手陈子恒呢太早就停啊，就因为看到游击手往后退要来冲。好，现在没关系，打击轮到第3棒的石孝荣，没有人出局站上一垒啊，在过去的2局跟3局、4局，其实在过去的4个半局里面啊，不管是原动力跟鬼吼都演出了连续4个半局都演出了双杀守备，所以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啦，很快打不出来了，就是一上来就被双杀，一上来就被双杀这样子，守备能力都有目共睹。最后打出去到了游击，就先传2垒，再传向1垒。糟糕，我刚刚被投手挡住了，看起来是 safe， 还是做一个双杀，但是没有成功。石孝荣打的一个滚地球啊，游击手先传向2垒，是第1出局，但是石孝荣自己趁着这次蹭传进垒，上到了1垒的垒包。轮到打击的是下一棒的陈正业。上一个打击安打嘛，1分打点，看能不能延续他上一次打击的好手感。是。打击出右外野方向的平飞球，安打上垒。原来在1垒的跑者石孝荣过2垒停了下来。今天状况特别好哦，看他打击样子就知道哈。对，挥击的动作和速度。哇，我们在本垒有没有看他这一次的这个 power 跟整个的？其实他也没有达到甜蜜点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像还没有到甜蜜点，断棒的感觉，裂掉的感觉，但是没裂掉，但是他还是硬把身体啊跟力量都带出去啊，所以那个球出去的力道都很够。好，那么石孝荣上2垒，陈正义在1垒轮上打击的是第5棒的陈克凡。第一个球就是好球。目前是1出局，1、2垒有跑者。打出去游击方向滚地球自踩垒包，再传向1垒，还是一个 double play， 结束了4局的下半。鬼吼车业的进攻啊，那连续的5个半局，大家都用双杀解决了对手的攻势，目前还是1-1打成平手。好的，那目前比赛第8届的联盟杯 B 组的预赛，原动力对上鬼吼的赛事呢，目前打到了5局的上半，前面打完4局，双方都是0-0，而且你双杀我双杀你哦，来来回回已经打了5个半局，都是用双杀结束对手的进攻，非常精彩哦，非常这个其实防守功力，我觉得一般如果没有棒球底要双杀其实不容易啊，但是那个做起来好像就一副像吃饭喝水一样。哇，这个球投手前可能没有捞到，游击手来补，还是来得及。太漂亮了，打者的陆浩呢封杀在1垒之前，5局上半原动力是1人出局。虽然打到投手前了，但是游击手还是一直盯着那颗球。对，虽然是变方向有变掉，但是他还是掌握住了，变了一点，慢了一点啊，所以还来得及。游击手封世凡 nice play， 下一棒轮到的是严华爱，第一个球坏球。蛮喜欢看严华爱跑步的啦，他只要打内野滚地球，他几乎都能上垒。哦，因为他脚算蛮快的。但是这个是不能够
不能短打，但是他只要是把球打进场内的滚地球，他几乎都是拼全力在跑。是，所以看他打球我蛮喜欢的啦。就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选手哈，这速度的选手。挥棒打进去一个滚地球，有机会吗？靠脚上一垒，陈科凡啊，这个球确实是太靠近投手了。棒垒确实要看这种球员的表现，看了才会爽哈。是，虽然是打出了内野的高弹跳啊，不过陈科凡没有浪费时间传向一垒，两人出局。虽然40几岁了还是一样很拼命哦。真的吗？他已经40岁了。对，40几岁，他虽然能够接近他，现在打垒球的年轻人都能接近他这个作为，这个行为。是。不是说打了之后滚地球打不好，而是营养不良滚地球，然后就慢慢跑。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对，这个也是我们从小打棒球啊，都是教练教的嘛。从小不要自己当裁判啊，觉得这个球打了没机会就不好好跑。对，这个其实你不知道。不过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啊，真的是第一时间你会懊恼嘛？打不结实，就那个没有那个动力跑，没有那个动力跑，真的不是自己不想跑。你也是问到选手，不跑就打这么差，第一时间就没有那种跑垒的动力啊。所以，但这个就是要把自己的习惯培养起来啊。然后打击的是第11棒的杨玉基，在前面一次是到的泡着陈克凡的保送上垒，陈克凡一路投到了第5局，这球挥棒偏高的球，左半边的球接杀出局，到了几乎是左野的边线。那么很快这个半局虽然没有双杀，但是也是3上3下，结束了5局上半。原动力进攻还是没有得分，连续3个半局没有得分，目前是1比1打成平手。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到联盟杯的曼索垒球锦标赛，在 B 组的预赛呢，这一场原动力跟鬼吼车业的比赛啊，进入了精彩的防守大战。在曼垒比赛里面，应该也不算常见吧？因为大家很少见这么强啊，到现在打到5局，上半结束都1比1，而且不是打不好其实打出去的球都是蛮强劲的，但是就是能够连续的做双杀。到目前为止呢，原动力已经演出了2次双杀，而鬼吼是原动力演出3次双杀，鬼吼这是被双杀2次。5局的下半，第一名上来打击的是林崇尧，第6棒的左外野手，手背没有失误了失分就会减少了，这是一定的嘛。那两队手背真的是没有话说了可圈可点。对。好，这棒打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接杀出局。林崇尧打了左外野飞球，1出局。5局下半目前就是1比1啊。那这个比赛还是再跟大家报告一下，赛制是50分钟的比赛啊。那比赛从12点30分开打，所以打到1点20分之后呢，就是等于我们就可能要去期待因为现场会有一个响铃，响铃之后就是那一局打完，比赛就要结束。那当然现在是1比1，那如果是上半局响铃，那也要练一个下半局也要打完，要打完。开局就要打完。对，那现在打的是黄志祥，哇塞，中间碰到平飞球，轻松捞啊，轻松打，又打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的第2支安打。一人出局站上一垒垒包，不过我觉得今天站上一垒垒包好像跟没有，好像今天的比赛站一垒垒包就等着要被双杀，感觉要好好跑啊。打者还是要好好挑一下球了，选择一下球的，不要太急。然后打击第8棒的封世凡啊。今天打出双杀打的有张金龙、陈礼安，还有张金龙、钟凯华，还有陈克凡已经打出了3支双杀打了。投手还是罗少军，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平飞安打落地，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幸好没有传出去，还好有掌握住了
连续的2棒打击。我刚才看一下了那个鬼友车的名单哈，是有一个球员叫翁再生。对啊，也是以前陈泰的捕手嘛，跟陈泰是同队的，他打击能力很好了。那只是说我今天我看很像在预备球员名单里面没有他，很可惜啊，因为他算是老将嘛。是。那打击的部分，我常看他比赛，他是算是非常稳健的一个打击者。所以他今天没有出来，很可惜了哈。所以就是比赛当然有报名，那报名之后能不能那先报才能有机会来上场了。是的，也是我们本来也是很期待啊，看到前职棒的以前陈泰的选手。好，轮到打击的是张孝义，这球挥棒出去打了一个投手前滚地球，结果平分球再传向一垒，又是一个 double play， 结束了5局下半，鬼吼队的进攻连续4个半局被双杀，太可惜了，打得太好了哈。真的打得太好了。我看罗少军的脚也是没有影响到了哈，还是直接接近手套，哇，反应的特快哈，太快了，而且就是真的是贴着地面，差一点就要落地，没有问题，太可惜。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好的，这个比赛可以再下去再上来一次啊！好，那打完之后，现在要打第6局啊，第6局应该就是最后1局啊。就挥棒打击出去，第1棒打者陈子华呢就第3场就打出一支安打，率先的安打上垒，没有人出局站上1垒。那右外野的平飞安打。因为刚刚说过，这个比赛应该就是打到50分钟，那现在已经是1点19分了，差不多这个上半局应该就是打完这个上半局。挥棒打击出去，第2棒的哨马中左右方向落地，而且是一支长打，越过了选手的防守第1范围圈。陈卓已经跑过2垒，再到3垒，再绕回来，直接跑过3个垒包，而哨马呢也上到了3垒。哇，这是一支3垒安打，中间的洞太大了哈，因为他们手背的移防的关系啦，所以中间都让了一个大洞。是，他们就是中间手跟石洞都偏左跟偏右，所以中间那个洞非常大，所以他们追的时候很难追。对，浪费太多时间了啦，很可惜。中左外野方向的3垒安打，而且刚才就是因为其实打太深远了，连哨马都有可能跑回来，所以直接先传往本垒，不能再传3垒就来打。轮到了第3棒的简玉勋，那个刚才打全垒打那个许，对啊，简玉勋就回来打了。那现在当然是大好的得分机会啊！没有人出局，攻占3垒，目前也先得了1分。我倒认为投手不要让他打太好的球了，太甜的球，对，反正宁愿保送也没关系。对，一垒是空的哈。对，当然现在是没有人出局，果然现在投手还是从第1局一直投到现在的陈克凡，还是不要忽略他的 power 了哈。刚才已经有见证过了，那再见全垒打就知道了哈。好，现在来跟许哲威讲一下，现在是没有人出局，3垒有跑者，这个分数没有嫌少的啦哈。现在就是比赛，当然现在取得领先，分数真的不嫌少。这个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出界。好，因为万一啦哈，在这一次的比赛的规定，其实当然是如果你在同样那个组别里面你是2胜就直接就晋级哈。但是如果到最后是打成了有人可能打成，因为3队嘛也是有可能互咬的时候要先看净得分净得分就是总得分减上总失分所以你得分要多，还能比失分多的差距多的呢是可以晋级然后再来才是比总得分，再比总失分最后就抽签等于就猜拳。哇，这个就结果2个界外球出局变成一个3振。这个半局原动力的第1个出局数，很可惜第4棒没有办法掌握好，把那3垒的打者抛射送回来。对，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的陆汉。
还是1-3垒，一出局。我们都强调基本功嘛，3垒的就是一个高飞机身打就可以回来得分的，只是第4棒没有做好，对，非常可惜。就算不是安打，至少球要捞得够深远啊，就是刻意往外野去捞哈。因为下半局回合还有进攻机会嘛，这一分所以可以算是个关键的。如果他们下半局有得分的话，对啊，对。挥棒打左野方向的深远飞球，没有接到。中外球没有接到，那么3垒跑者回来，1垒跑者上2垒，陆汉上到了1垒，少马也回来了。中外手陈礼安虽然没有接到这颗球哈，然后他有做一个假动作啦，然后下到1垒往2垒跑的跑者，所以他没有推进。是，这也是算是一个在玩球的感觉。好，但是这个虽然是安打出来哈，但是并没有让这个原动力多拿垒包，那现在就比数变成了3-1，还是一人出局攻占1、2垒。轮到打击的是第6棒的曾盛尔。刚查一下，曾盛尔又年轻又大只啊，195公分，27岁而已，非常年轻哦。这在打慢垒算是年轻的。挥棒打击去，哇，又是一个中左外方非常深远的飞球，没有跑。结果被接杀，接杀了，对，接杀，而且接杀因为跑者在1、2垒啊，所以也都不敢乱推进。这个半局，原动力的第2个出局数，曾盛尔2出局，感觉起来前面这个进攻有点卡关的感觉呢因为现在已经2人出局了，结果也只多得了1分3-1。轮到打击的是第7棒的罗少军，换代打了，这边换代打。99号的温志祥也是有过旅美精英的温志祥啊，我真的以前打过芝加哥小熊新人联盟，打了2年还1年就回来了。温志祥比较特别，他后来回来好像也没有继续打甲组，对，没有，他就没有去打甲组。那等于是换投手这个位置了，对，是，所以等一下投手也要换。挥棒打出去，投手前的滚地球，拦住了之后，轻松传向1垒，3人出局。3出局结束了原动力在6局上半进攻，这个半局靠着3支的安打，包括少马的3连安打，攻下了2分，目前3-1领先了鬼吼车业。是，观众欢迎回到联盟杯的比赛。那么在6局的下半就最后半局进攻，一开始换上代打林承浩。刚才罗少军代打的部分也是他在上场投球，一样在上场，对，就再回来还可以再换回来，这样换了一个代打之后再把它换回来，一次的机会。对，好，那么林承浩在目前是1个好球2个坏球。1个好球3个坏球，他没有贪虽然球在前面，但是他没有贪对，能够先球上垒再说。只要有上垒后，投手就有压力。这个半局应该是最后的半局，上半局就丢了2分这个球直接不打了，他直接放掉，对。这也是一种策略了，这也是一种策略。好，那林承浩被保送上垒，最后半局的反攻机会因为现在比赛的时间刚刚主审已经宣告了，已经超过了50分钟，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半局。一方面是落后2分，二方面等于有时间跟分数的双重压力。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陈礼安。
更正第11棒陈礼安，前面有打出过一支安打，这是他今天的第2次上场。但苏垒球打到第6局，只有2次打击机会啊，不太多。哇，这个球擦棒变成个界外球，直接出局了。因为1好球之后的界外球直接出局，1人出局。再轮回打击，第1棒林兆正。林兆正是在前面的半局啊，上来就代打，然后继续守备右外野的位置。右外野方的深远球，哇，打出了场外，结果1好球之后再打界外球，就还是出局啊！关键时刻连续2个打者呢都没有办法把球打进界内。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出局数了，77号的陈李承恩。这场比赛的第3次个人第3个打席，那么跑者林承浩还是在1垒。1棒打出去，打了一个3垒方向滚地球，很软弱，3垒球接下去传向1垒，刺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6局下半。鬼吼队的最后反攻，这个半局留下了1垒的残垒没有得分，所以最后比数呢就是以1-3输给了原动力多元家族啊。原动力多元家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呢。很厉害哦！第1场比赛4-2击败银行精密，第2场逆转，第2场又是3-1击败了鬼吼车业，所以呢率先拿到了晋级门票。那么这一组里面呢，当然还有1场鬼吼跟银喜的比赛，就是说这2队都是1败嘛那前面都是2胜这场比赛呢，大家不但要赢，而且要赢得够多啊，因为下一场比赛的话，他们前2场比赛得分跟失分都不多嘛，对，所以就看下一场比赛，如果都能拿只要有一个球队拿到胜利的话，他们还有3个外卡资格。如果外卡资格比得失分的话，有没有成绩比较好的，他们还是可能够进外卡。对，但是因为就是说你要跟其他的4队的分组的第2名来比，是的，那你要比净胜分所以呢，其实到时候我们下半局我们需要期待一场大比数的比赛，否则可能比净胜分很不得力啊。是好的，那么欢迎您看完这一场原动力家族跟鬼吼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稍待会要回到下一场赛事。